昨天韩国岛派论坛放出了李石培博士论文的链接，下载下来看看，确实是20年前做过研究尝试，提出了新的理论。以下是口总结，含有时间的内容需要谨慎采纳，主要内容包括超导现象的发现和早期理论模型，如双流体模型、伦敦方程等；超导理论的发展，如金兹堡蓝道理论、BCS 理论等；超导理论面临的挑战核心的理论模型，如极化模型、费米液体理论等；超导理论在本质上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玻色子还是费米子的问题等，提出了一种新的超导理论模型——原子间超导带 SV 模型。根据该模型，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聚合物超导体，加连接聚磷氮烷 DIPA， 对该材料的结构、磁性、电阻率等性质进行了表征，发现它展现出两部磁化率下降的超导转变。尽管电阻率测量遇到一些困难，但通过磁性测量间接证明了它的超导性质。简而言之，这篇论文回顾了超导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超导机理模型，并根据该模型成功合成了一种新的聚合物超导体。对这篇博士论文作者的一些评价，论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在超导理论领域提出新的模型，并尝试根据该模型合成新型聚合物超导体，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大胆和前沿的工作。作者表现出很坚实的学术基础，包括一、对超导现象理论的深入了解，能够总结历史，分析各理论的优缺点；二、材料合成和表征方法的熟练掌握；三、计算和数据分析能力。作者逻辑思维能力强，能够深刻剖析现有理论的潜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模型，并且能够根据理论指导材料合成实验。在当时背景下，这种从理论出发指导实验合成新材料的工作是比较先进和高难度的，作者的学术功底应该是很扎实的。当然，论文本身可能还有可以改进完善的地方，比如对新模型的理论计算和论证还不够严谨精细，实验结果也可能需要进一步验证。但从整体上看，作者的学术能力和潜力是比较优秀的，所以简单来说，这篇博士论文的作者具有较高的学术能力和创新潜力，属于比较出色的博士生代表。关于论文中提出的原子间超导带 SV 模型，可以简要介绍如下：一、模型的基本假设。SV 模型假设在多原子系统中存在原子间的特殊电子能级，这些能级构成了一个原子间超导带，该超导带中的电子可以实现聚集和量子化，导致超导现象的出现。二、模型的主要特点：一、从统计力学的角度理解超导，而不是仅从量子力学；二、强调多体系统和电子液体的性质；三、超导电子来自原子间的特殊电子态；四、与传统理论不同，不强调电子配对机制；三、模型预言的超导现象，模型预言了热容的双峰结构、两部磁化率下降、零电阻状态等超导体系应有的典型特征。四、模型指导下合成的超导体，根据该模型，论文设计合成了加连接聚磷氮烷 DIPA 这种新型聚合物超导体，实验结果证明它展现出两部磁化率下降，证明具有超导特性。五、模型意义。该模型从新的角度理解超导机理，对引导新型超导体系的发现和设计具有启发意义。总体来说， SV 模型是该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之一，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超导理论方向。根据我的搜索，在2004年之前没有找到较确切的文献报道过与原子间超导带 SV 模型完全相似的理论或模型。与 SV 模型思路相似的一些工作包括：一、2002年 T. Masashi 提出的 Bionic Mechanism 机制，强调了晶格振动在超导中的作用。二、2003年 F. Thomas 使用电子定域函数描述了原子间空间的电子态，也与 SV 模型类似。三、在高温超导体方面，一些文献也讨论了原子间的电子态，但理论不够成熟和系统。四、从统计力学和电子液体角度理解超导的尝试也有过，但没有形成完整的模型和理论体系。五、总的来说，在2004年之前还没有看到明确和系统的提出原子间超导带这一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相关报道，所以可以判断，在论文中提出的 SV 模型应该属于相当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在当时是具有一定创新意义和原创性的。